根据日本媒体推断，三菱重工将在12式岸舰导弹的技术基础上，用8年的时间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巡航导弹。12式岸舰导弹本身就是近年为了汰换88式岸舰导弹而研制的。根据作战环境的变化，并大幅提高命中精度。12式岸舰导弹采用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目前已经达到220公里。在制导方面，12式岸舰导弹采用了独特的惯性加 GPS 加地形匹配制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新型复合制导方式，具有更好的目标识别能力和命中精度，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日本陆自声称，采用了地形匹配制导的12式岸舰导弹，具备从距离海岸线50到60公里的地方发射攻击海面目标的能力。导弹发射后，在陆地飞行阶段，导弹巡航高度在50米左右，利用地形的掩护，能够降低被发现和拦截的概率。进入海平面飞行阶段，导弹飞行高度降低到10米进行越海飞行，也难以被探测发现。不仅如此，这款导弹发射时的射击角度达到了80度左右，必要时可以在山地另外一面发动攻击，从而提高战场生存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岸基反舰导弹几乎都没有采用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因为在本土安全区域发射的岸舰导弹并不需要挑战如此极端的发射环境。由此可见，日本当年将这项超纲的制导技术应用于12式岸舰导弹，就是为未来研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技术积累。可见，制导技术并非日本研制巡航导弹的最大难题。考虑到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在末端采用了景象匹配区域相关制导技术，日本只需要将主动雷达导引头换成类似制导方式即可。对日本来说，真正的技术障碍是如何增大射程。12式反舰导弹的气动布局是无法满足需求的，因为小展弦比的三角形主弹翼不利于增加导弹射程。日本很可能采用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气动布局。那么其特点是导弹只有1对弹翼，有利于提高导弹的升级比，从而使导弹获得较大的射程。在导弹发射之前，2片弹翼折叠在弹体内部。当固体火箭助推器将导弹加速到一定速度后，弹翼展开，巡航用的涡喷发动机开始工作，导弹进入巡航飞行状态。日本还可能对涡喷发动机进行改进，并增加导弹携带的燃料，从而让日本战斧的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有评论指出，美国为了让日本更好地充当牵制中国的马前卒，不断对其进行军事松绑。10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通话，双方重申美日同盟，并期待继续加强双边关系。不仅如此，拜登还表示希望日本增加国防开支，也显示了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态度发生变化。我觉得先发制人可能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美国允许他或者日本自己要研发一些多少具有进攻性的武器。原来日本作为战败国，可能美国对它的，特别是有一些进攻性能力的武器要有限制。但是当下他为了遏制中国，实际上他相当于不光是这种导弹，包括咱们看到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出云号、加贺号都是这样，就是对这样的进攻型的武器，它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于默许。此外，日本政府最开始提出要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时，是希望从美国购买战斧。虽然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日本的这一要求多次予以否定，但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从2013年起就已经同美方人士开始了秘密接触。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曾刊发题为“观点给日本战斧巡航导弹”的文章称，日本虽然组建了2栖作战部队，购买 F-35和 MV-22 飞机，但仍然缺乏应对该地区安全挑战的关键性军事能力，一种灵活的远程打击武器。战斧巡航导弹则可以补齐这一短板。一旦日本从美国引进战斧，很快就能进行实战部署。因为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军备大多沿用美式体系，其武器系统与战斧在兼容性方面几乎不存在问题。比如日本海自的金刚级和爱宕级驱逐舰装备的 MK41垂发系统，只要写入软件就能装备战斧。不过，日本购买战斧的阻力也不小。目前来看，战斧俱乐部还只有美国和英国，其他有购买意愿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西班牙与以色列，都被美国政府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
评论员秦真指出，美国对日本军事松绑是有条件的，他始终会将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美国我觉得，肯定是对他的尺度比原来是放开了，但是还是要有一些东西拿捏到自己的手里。说美国对他还是有一个控制，还是想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用，而不希望把它培养成和自己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国家。